好了，大家好，300我又回来了哈。那今天呢，这一期的主题是一期比较稍微有争议性的内容哦。我们的主角就是眼前的这一条5斤多重的野生海捕大黄鱼了。众所周知啊，海里面野生鱼里面杀最贵就是野生大黄鱼了。有人说呢，大黄鱼它这个价格是被蓄意的炒高掉的哈。那有人说呢，它这么高的身价呢，跟它的自身的口味不对等。很多人觉得它是一种智商税。那你吃过野生的大黄鱼吗？你们对它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中国这边呢，大黄鱼它的价格其实一直以来跟黄金也是一样的，它每天呢是有一个自己在波动的不同的价格。而这野生大黄鱼呢，在我们国内也有个专门的交易批发市场，在温州的苍南县这里面的商户呢，专门在经营呢全中国的野生黄鱼的批发生意。无论呢在我们福建省，还是广东，还是浙江，对不对？海里面，当你捕上了很漂亮的大黄鱼的时候，它的个体又超过2-3斤，这时候商贩们一定是会把这个黄鱼送到哪里？送到苍南的批发市场的，因为只有批发市场那些贩子才会给足够高的价格去收购这些黄鱼，他们再把这黄鱼呢转包装，再去卖到各地的那种高档的食府里面去。野生黄鱼的价格就是由这个市场这些几个大宗的批发商户，根据每一天我们国内黄鱼的产量，以及是否靠近节假日这样，他就定价它了。越高品质呢，越大的黄鱼，当然呢，自然它的身价就更加的不菲，算是呢海里面的奢侈品了。有的地区的小伙伴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浙江人把我们整个全中国的黄鱼都垄断掉，自己当地就没有黄鱼吃了呢？也不会是这样子的。通常呢，长得比较相对普通一点大小，1斤左右的或者1斤以下的或比较丑的黄鱼还是会在我们各地的市场呢，按照各地的行情去这样去销售。这个鱼都说它很贵很贵很贵，那它的价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我就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黄鱼的定价吧。正常的黄鱼是怎么定价的呢？会按照它的重量、它的品相以及捕捞方式去定价这个黄鱼比如说重量怎么说呢？就大概黄鱼1到2两规格的黄鱼，它会分成一个档位，大概就是小几十块钱1斤的，各地都是。所以我们各地的其实海鲜市场很容易看到野生海捕的小条的大黄鱼有的各地叫做黄毛，我们就在红口或者小口，它有各种的名字，就小几十块钱。那或者是3两以上呢，100元1斤，那有可能它会破百。那可能3到5两的黄鱼再划成一档，5两到7两的黄鱼再为一档，9两以下的再一档，9两以上到1斤2的又被划成一档。捕捞方式也相当重要，决定了黄鱼的价格。比如说，你这黄鱼是钓口的黄鱼，那一定是它是最贵的。为什么呢？因为钓口的黄鱼被钓起来之后，它鳞片比较容易保持完整，鱼鳍鱼尾不容易有破损情况。那再下来一档呢，就是放鳞网的黄鱼。放鳞网捕捞的黄鱼，那个就会什么情况？黄鱼撞上了鳞网之后，它身上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有卡鳞网的痕迹，所以导致鱼鳞会破掉。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它鱼撞到鳞网之后，一下子没有马上被渔民马上收起来，可能还会用螃蟹爬上去夹死黄鱼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很好了，为什么呢？出现了次品的黄鱼，只要次品的黄鱼的鲜度 OK 的话，经常它身价会比普通黄鱼这种黄鱼要便宜上1半。这个时候小伙伴们呢，喜欢吃黄鱼的就可以出手给它捡漏。最适的就是拖网渔船捕捞上来的黄鱼，因为拖网的渔船在上面拖，网子在海底一直翻滚各种的杂物礁石都在那边在搅拌，跟洗衣机一样。拖网的黄鱼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什么？这条鱼上岸的时间呢也至关重要。比如说，如果是白天你去海里面捕捞黄鱼，那捕捞上来的黄鱼呢，通体绝大部分就是雪白的，除非在白天的时候呢，海水非常浑浊，那你有可能上来的黄鱼它也是黄色的。夜晚的黄鱼上来呢，它的鳞片整个就非常金光闪闪，越金光闪闪的黄鱼呢，自然它的自身的卖价也就越高。那其实有很多小伙伴担心一个什么东西，他不是担心说自己口袋不够深，他是担心的在市场上买到李鬼冒充的李鬼，是不是？这是一条野生的黄鱼可以看到野生黄鱼基本上它有几个很多大家耳熟能详听的分辨方法比如说它的鱼鳍一伸出来一遮鱼鳍能穿过眼睛这才是野生的黄鱼。当然，那有可能野生黄鱼它鱼鳍破掉或是断掉了，各种可能，对不对？然后还有看嘴巴吧。我个人经验就是，我见过很多养殖的黄鱼你注意看嘴巴一打开，嘴唇这样是黄色，黑黑的，黑黄，但是野生的黄鱼呢，从小条的哪怕是3两的鱼呢，嘴巴就是红红的，1两多的也是一样，红口。那还有它的体型这是一条母的鱼了，而且它
应该是有怀孕的，所以肚子稍微有大一点点。那正常的还是看得出它的整个体型是这种流线型的下来，到了尾柄你看长长的。当然了，黄野生养殖的现在尾柄也是长长的，这不能做100%的依据。然后你看看这些鱼，养殖的鱼。整个背部比较是隆起的，然后而且因为养殖的黄鱼哦，被人工繁殖多代之后呢，它有个通病，就是感觉整个鱼脸看起来会比较不太聪明的样子。只要尾巴这个地方它容易很多破损，因为养殖的环境它比较拥挤。野生的黄鱼的背哦，深灰色有没有？养殖的黄鱼它这边的背墨绿，哪怕反野生养殖的那种生态养殖类似。很多人觉得说啊，这黄鱼的金粉哦或者金色是染上去的，其实不是。无论是野生的也好，或者是人工的也好，在最新鲜情况下，它有黏液的情况下，你拿纸巾去擦它，它的金粉是会粘在纸巾上面的。最主要是通过它背部的颜色啊、体型啊，当然最重要就是嘴巴吃下去。野生的黄鱼你什么都不加。它吃下去后，它有自己的个鱼味。因为它在海里面，它捕食的各种海洋生物，它有自己的一个鱼味。人工的黄鱼就是吃饲料啊，或者吃杂鱼长大的那种。它就是口味比较单一，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工的黄鱼它的肉比较松散，比较不像野生一样会是双斑肉整块可以夹起来。更何况野生黄鱼里面它肚子里面的那个鱼鳔，才是整只黄鱼的灵魂。之前的巴拉巴拉那么久，是不是还是一样杀掉它？有人说这鳞片很珍贵，舍不得刮。但是没办法，还是得刮掉。其实鳞片这种东西，你不刮的话，它会影响口感。现在杀黄鱼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里面上面都金粉掉下来了，然后掉完后就是里面就没有颜色。很多人会把这鱼鳞收起来做鱼冻，因为太贵了，因为太够力了。鳞片已经刮完了，我们准备给它掏个肠子吧。打开后就是这样，2坨蛋。它这条是木的，那它如果有蛋，会影响它的口感和风味吗？肯定会啊。那它的价格呢？就没那么贵啊。就相比公鱼来说会更便宜。对，也没有什么更便宜。它该卖2万还是卖2万的，只是公鱼就可能就不是2万，就可以卖4万。这个里面就是最值钱的东西了。还是一样，倒点盐巴下去洗一下。第一次起这么大的胶，有点小紧张啊。黄鱼胶太爽了，这个东西，肚子非常厚实，吃到这一块看到没有？这一整块放光的这一块肚子肉。这个黄鱼最近为什么它一直有争论点？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大黄鱼它很珍贵，它已经灭绝了，平时我们见不到它，所以我们不应该吃它。有一部分小伙伴是这么认为的。但有另外一部分小伙伴说，大黄鱼非常常见，满大街都是，很常见，我们可以支持它。我觉得这2种想法都比较片面，为什么呢？因为这对于我自己来讲，应该是大黄鱼珍贵在大条的品相很好的野生大黄鱼挺珍贵的。因为野生个体大只的获取并不是那么容易。那我觉得说太小只的黄鱼，你吃它时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第一，它自身的鱼味不够重，肉也不够多，而且小鱼嘛，它的鱼身还很长，其实它还可以长到很大很大后再去繁殖。并不是它刚刚拥有繁殖能力的小鱼就去吃它，拥有一个健全的繁殖能力的话，还是要在这个物种健康的一个环境下面，它再去繁殖它，而不是一旦有生育能力的这东西你就可以吃它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是要自己去斟酌了稍微大一点的个体的黄鱼，我觉得还是适合去使用，因为它能够在体内积攒足够自身的风味，也有足够的肉供大家去使用，对不对？它也能大概参加1次或者是几次。这种繁殖的周期也是对这个物种比较合理的延续吧，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想聊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很多其实没有去市场买过海鲜的小伙伴，可能对海鲜的一个价格的计算方式有个误区假如你一只螃蟹，它1斤重的话是100块钱，但是你买2斤重的时候个体
一斤的时候，它可能不只是200块，它可能是300或者500块钱1斤这样子算。所以相对来说，你买1只2斤的螃蟹，你可能1斤的螃蟹可以买个4、5斤，或者是7、8斤也都有可能。越大的海鲜越稀有，它的价格可能是比它小时候呢是乘以几何倍数去增长。当你有明确的这个概念之后，你才懂得说为什么大条的黄鱼如今会是天价。当然，我不推荐大家去追捧这种天价的黄鱼，切记我们说了吃海鲜一切丰俭由人。剩下的半只，我们来煮面线，传统的面线。这应该是我干过最讨债的一件事情了，把一只5斤多的黄鱼给劈了2半。它是靠近鱼胶这个地方，质感也靠近鱼胶。就这样。这鱼头很大颗哦，先让它进去，那3、5分钟看一下。哦，9、5分钟这边出来了。一直以来呢，为什么说大黄鱼它会卖得很贵？其实我们当地福建这边就会觉得说，大黄鱼它是一种比较适合食补的东西，它不仅肉好吃，肉挺补，它的鱼胶也很补，所以一般我们这边生病啊，病号的话，生病完之后都喜欢吃一些这种比较补的海鲜。一般生完病呢，我们习惯会去吃面线，所以呢，厦门一直以来就流传了一个黄鱼很传统的做法，叫做厦门黄鱼面线。我们现在来处理黄鱼面线，其实很简单啦，弄一点干子先。好，这个就可以了。这些给它挤到旁边去，酸酸的很香，稍微用小漏点的盐巴。今晚罪恶的盐全再下去，它自己会出掉。哦，舒服。当你蒸制完黄鱼的时候哦，你发现里面还是有点汤哦，尽量是不要去动它。为什么？因为黄鱼是带胶的，它会让整个黄鱼会凝固起来，变黄鱼冻。当然了，这个黄鱼我估计是等不到放凉了。你看我们今天蒸鱼的时候也没有下姜片，也没有给它点盐巴什么的。出来之后，我们今天更不会去点蒸鱼豉油，就是在吃原汁原味的黄鱼味。无论是多高级的石斑鱼啦，它的鱼味其实跟野生黄鱼皮拟起来后都是逊色很多的。所以黄鱼一直以来它就是我心目中台海的鱼王啊，所以大家可以试看看知道清蒸黄鱼。忙活了一晚上，其实就是为了这2碗东西。我把这肉分成了3份，从背肉开始。这么大的大鱼，它居然一点都不老。哇，鱼板太牛啊！它是完全是人家蒜瓣肉哦，并不是像那种养殖的黄鱼一样软贼贼烂乎乎。够香，它自己的鱼香味很重。赞！哇，这是肚子肉。
带焦物的，肚子后因为靠近这个鱼胶的地方，所以它吃起来会有种焦焦的焦感，很香。哇哇哇！其实我长这么大，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黄鱼了。吃过2斤、3斤的、5斤的，我真的也没吃过。人生一个新的里程碑，就是制造一条5斤的黄鱼，它非常的嫩。哦呦，所以它为什么要贵？放龟，这么大还是好吃，这么大5斤的鱼还是这样子，非常的棒，好香啊！这个是已经今天晚上第几碗了？第4碗，这个才是无敌的，你试看看。分焦时刻2个 W 的鱼也就这样的焦而已，，1两多少？这个1两不知道多少，不敢说。好廉啊！这个是最名贵的了，真的。黄鱼胶，野生黄鱼胶。我的头，OK，来哦，来哦，来哦，试看看。就这样可能吃完后还有年轻的20只。夏总来，小鱼交给你吃，哎你过来，一只鱼饺饭，大家一人分1块，没了。这鱼胶，来，你过来，受不了了，哦呀，是往满口流下，都是黏的，连着我嘴巴。我们来一块鱼子，哦哟，啥感觉？扎实，扎实，饱满。哦，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好吃。它的香味真的是太浓烈了。这是一个黄鱼香，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太过浓重的东西调味去盖它，真的好香。是不是好香？今天这样加点鱼皮，鱼皮很香。不然鳗鱼呢？这块鱼皮哦，都可以去做钱包啊，吃掉有点可没有，惜啊。啥都没加。也太奢侈了。波哥曼，我觉得棒，最好还是弄鱼皮啊，太爽了。这只鱼就是给大家阳完了补一下身体的，所以其实阳完了之后是吃黄鱼真的不错，我感觉我好了，真的好好吃。怎么办？哎，可不可以有奶味啊？脂肪啊，脂肪就是有奶味。其实我觉得，当你自己承受能力 OK 的时候，我觉得买上1、2条那种野生的黄鱼，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大家也会吃得很开心。这是尝尝鲜嘛，你不要往贵的买，往中档的。小几百还是好接受，那大几千1斤，大家荷包都会痛，就算了，就不要了，是不是？等粉丝200万的时候，拿黄鱼来打鱼丸。哎，我觉得可以。对，200万粉丝我就拿野生黄鱼来打鱼丸。我听阿姐的，感谢大家继续收看我们这一期关于黄鱼的科普节目。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得很开心，也吃得很开心。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记得给我们个1键3连鼓励一下嘛。结尾，来3、2、1，向。